米尼最高领导人刚死，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战火现在全面升级了，会由他的次子世袭来接班吗？另外，现在伊朗祭出的最新公式叫做这个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御，也就是说分散的在总共是31个战区之外。31个战区之内来开火，现在被解读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以色列接下来打得住这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吗？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其实呢，在哈米尼最高领袖他身亡之后不到数小时的时间而已，我们看到德黑兰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个3人的临时领导委员会。好，这委员会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他就这样出来做宣誓了。他说：好，确实哈米尼已经逝世了，但是呢，接下来这场战争我们会持续的依照哈米尼当初的设计，优雅的进行下去。那现在看呢，要进行下去，总要有一个领导人吧？现在传出来最高的领袖就会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杰塔巴。穆杰塔巴，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长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样的一个保守派的路线，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过去他曾经打过2伊战争，现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挥官。那么接下来伊朗会实施怎么样的策略呢？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样施压呢？就是对全球持续的做这种经济上面的勒索跟施压，让美国跟以色列感到压力。但是有没有效？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动作？用无人机轰炸在中东卡达的天然气设施，还有沙国最大的炼油厂，荷姆兹海峡也被封锁停滞，油价现在一口气已经暴冲了7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在多个地方的机场跟港口都遭到袭击，在阿联、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们最近几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军基地，有多个美军基地都遭到袭击。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采取了最新的攻势，这个攻势叫做马赛克防御，也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军队拆分为31个战区，每个战区呢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领导人，他们就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中央命令的一个方法了。这些领导人在31个战区自己来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要做攻击，我的目标是谁，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攻击。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外长怎么说。他说，就是因为在过去20年之间，我们伊朗长期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他认为就是这种去中心化马赛克防御的体系，才能让伊朗胜利，来决定战争到底何时，还有如何来做结束。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伊朗的次子，也就是这一位强硬派的穆杰塔巴上位，这是伊朗神权世袭化，还是接下来会跟革命卫队的接管有关系？他会如何带领伊朗的前景？会强硬的继续跟美以之间来做抗衡吗？那委员怎么看？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发动战争哦，他们原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伊朗的这个从哈米尼以下的40个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灭掉了。他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式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模式。但是当这件事情从第一天被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值得这个拿来作为教科书教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个一个都同时把它这个猎杀掉之后呢，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了。第一个困境，川普不断的呼喊说大家要起来推翻神权政权。可是哈米已经死了，要推翻谁呢？你要推翻总要有个人可以去推翻吧，没有个人啦。哈米尼都已经挂了，然后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挂人，那到底你要这群人去推翻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后第二，川普不断的在喊说呢，我们要跟这个接班人来谈判。好了，接班人已经全面都被你团灭掉了，到底哪一个是接班人呢？美国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处理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至少还知道那个第2号人物，然后他至少还能够私下的跟第2号人物有一些互动跟默契。他现在没有了，他现在整个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状态，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来这个40几个人被猎杀之后，那排名接下来那第50个究竟是谁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谈判呢。所以你就会看到川普不断的喊谈判，然后呢喊到最后他自己干脆回过头来讲说，现在谈判已经太晚了啊，我已经把你们都空军跟海军都消灭了，现在不要再来谈判。可事实上我在讲的是根本没有人要去找他谈判的，因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团灭掉了，谁能够有资格去谈判呢？好，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第三个问题是，他把哈米尼变成烈士啊。就你本来还可以讲哈米尼的什么政权有各式各样的贪腐问题哦，现在不得了了，哈米尼连他的家人在那一场猎杀里头都牺牲掉了。你不是只杀哈米尼一个人，你杀了他的孙女，杀了他媳妇，杀了他周边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现在变成了这个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没有真的想要殉教，但是他就变成殉教者了。那这个对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明星来说，那就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你现在把我们原本也许大家还有人在批评他的人，你现在把他猎杀掉了，而且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猎杀，那你现在举伊朗全国，现在谁还敢站出来骂哈米尼呢？谁还敢站出来说我要去推翻他？那个人已经为了伊朗全家都已经被美国团灭掉了。那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二儿子这个穆杰塔巴在这一次的上位，其实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讨论，因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权体制当时推翻了巴勒维王朝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打破封建。他们就是反对世袭就没有什么父子子继的这种道理对，所以伊朗的神权政权从来不来这一套的。但是当我这次看到连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美国把哈米尼变成了烈士，在这个烈士的情况之下，穆杰塔巴当时因为身体的因素，可能曾经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现在变成革命卫队跟他结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够这个推翻掉过去在这个神权体制里头说不世袭这样的一个默契扶植这个穆杰塔巴上位，这就代表说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神权体制的这个正当性了，因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团灭掉了，他就是一个牺牲者，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到说穆杰塔巴曾经打过2伊战争，他现在是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他跟革命卫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美国这次恐怕就会碰到了一个烫手山鱼了。美国这次碰到了一颗硬石头了，不是一个软柿子了。因为穆杰塔巴他不仅仅只是神权的人员而已了，他不仅是有神权人员的光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家族，他现在还加上跟革命卫队这个紧密的关系，包含他自己也曾经参与战争、指导战争所以美国现在碰到的状况是川普公开曾经讲过，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就是伊朗的政权没有崩解，他们找到了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是最强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梦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好，最强硬的接班人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结合这个革命卫队，再加上穆杰塔巴过去有实战等等的经验，接下来打的这场消耗战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分31个区域，然后有自己的各自领导人，马赛克的防御方式，美以打得起这种消耗战嘛？那舰长又怎么看？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其实这个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现在打来打去好像制造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我想做人，就是我们私底下这种为人，跟这个国家战争是一样的。就好比说，如果我这个为人，第一个，我不要轻易树敌，你不要轻易说这个人是你的敌人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建立10个朋友，不如少树立1个敌人”，不要轻易树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旦决定一个敌人，你要把他给消灭掉的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浓缩，就是他。你不要张三也骂，李四也骂，王五也骂，全都变成你的敌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吗？伊朗这次也是一样的。伊朗这次的敌人其实是谁？是以色列。美国是以色列的蛊惑下来参加的这个战斗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结果你说那所有的美军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树立敌人，因为在那么多美军基地，你就打准一点嘛，你就打不准，打过去砰就打到旁边一个学校或者打到一个民间，这些国家都在想你凭什么打我？但是我这样在说，在起码还打的都是中东，我们在这里看的就是看戏嘛，都是中东在那打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锁荷姆斯海峡，你想用经济来逼他们，美国、以色列逼不动的，那结果台湾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都仰赖这个进口石油的，我们能源影响多大？日本火大了，结果你做了一些就是对你的敌人伤害不大，美国、以色列伤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伤害了，那全世界这时候都会认为说，
你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想办法把你团灭掉。这是一个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集中目标，因为就是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边所有的这些过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兰国家武装组织，他们通通会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伊朗，因为伊朗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这个样，我们是不是要帮忙他？结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这是一个，因为人人其实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们在远东这些地方国家的人，对我们也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可以做，但你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如果你这个利益，像好比说，害我们今天股市跌这么多，今天很多股市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为你封锁荷鲁斯海峡，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心崩了，他会对他产生一个抱怨。原来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现在变成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个东西是伊朗这些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也奉劝所有的人就是一样。第一个，不要轻易树敌。当你决心要跟一个人拼的时候，记好，就是那个，你不要扩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浓缩你的打击面。好，那干哥又怎么看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实你说，这次美国击毙了40多个，现在正确的数字其实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 F-22战机护卫着那个 F-35啊，携带的是 AGM-158，那是长程遥攻武器，听说发射了20多枚，还没有加上精准弹药，所以说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觉得今天会把穆吉塔巴给提升上来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你最高伊斯兰的革命委员会是不会让这个儿子继承的，那现在让儿子继承呢，代表什么？代表没人。没人呢？为什么没人呢？总统还在啊，总统裴德斯基安还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个虚位 ，OK，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被川普，其实川普他一直没有点出这个人，他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秘书，他现在还在世，也就是这个人相对比较温和，有没有可能是拉拔他上来？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他们今天先说，就说我们还是让他的小儿子哈米尼的小儿子先来坐这个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讲啊，神学士的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传教士，高阶传教士，他们的标准很高。也就是说，你这个儿子上来接任以后，你不能够维持我们伊朗这个国家的尊严的话，你没有决心要打，你没有方法打的话，你随时会被拉下来。因为为什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谈判的对象。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你是哈米尼的儿子，绝对不会跟你谈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什么伸缩的余地。他不是要战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战。可是他在他们的那个什叶派里面的神学领域里面，他没有权威，因为他太嫩了，他没有权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国家机器之后，我就要开始展现我们伊朗的铁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叫马赛克防御系统，就是说从去年的6月的12日战争之后，他们会发现说，万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们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好，我现在把权力下放给31个省，每个省的省长，你们都是高尚的神职人员，才能够当到省长，可以跟中央通报以后，马上就决定你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在地方上的组织，以及你们能够提供中央什么样子的军事资源，你们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为今天如果说我被斩首了，而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马赛克去中心防御思想，去中心就是说没有中心了，没有头了，我就可以整个国家不会陷入一盘混乱。所以这个就是革命卫队他们自己提出来 ，IRGC 其实老实讲，在很多地方情报站这部分里面其实是蛮聪明的，就革命卫队，所以他们想出了这个方法。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IRGC 在发挥马赛克防御观念的时候，不然伊朗怎么能射那么多飞弹出来？是谁来统合那个能力的？那就是这个防御系统做出来的决定。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从去年的改组之后变得现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
他那个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后，会不会让伊朗的防御能力更加进一步提升？这就是这几天我们要特别观察的重点了。好，谢谢干哥。对，其实从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不难看得出来，伊朗早就已经准备好一套剧本。伊朗绝对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我仓促应战，然后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显然看起来他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从去年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反复做沙盘推演了，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的模式。这个非常聪明每一个指挥官有4个继任人选，然后呢，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上层的指挥中心被团灭掉之后，各地的这个指挥官就开始自己按照剧本来发动战争了。所以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其实伊朗是有一套剧本的。包含现在的去中心化指挥体系都按照剧本在做，所以就回过头来就像刚才舰长讲的，外界一直在想说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国就好了，你没事去拖这么多人下来干什么呢？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了，我来推测就以色列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个灭国之战，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我伊朗是一个灭国之战，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毁掉了，我要被你灭掉了。我这个时候就拉大家一起来陪葬啊，全世界一起来陪。那当然，你说波湾国家都跳起来了，然后欧洲国家也跳起来，那怎样？波湾跟欧洲国家能有多少军力？欧洲国家有军力早就去乌克兰战场了啦。波湾国家有军力就不要靠美国去支援了。你还不要讲波湾国家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这样修理，他们讲过几句话吗？都没有啊。所以你说对伊朗来讲，他现在的这套剧本几乎可以大胆的看得出来，他就是把全世界拉进这场大战火里头，大家一起承受那么呢，与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国，然后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国打败，伊朗几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像刚才舰长讲，全世界都受苦。可是呢，尤其像我们台湾，干我们什么事呢？当不干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讲说，别打了吧，因为真的不干我们的事大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来说有影响的。当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的时候，那这个压力就在美国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战，舰长是专家应该知道，都走到这种各自指挥战争了，就已经代表说大家就是拼死、鱼死网破的时刻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按照传统的这种逻辑来走了。好，谢谢委员的补充。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